彭博社说 iPhone SE 第4代最快下周上市，前萤幕是否终于登岛？那苹果保密到家的入门机型终于要来了。回到苹果店，那现在 iPhone SE 的消息呢，彭博社都传出来，它上市的日期会比我们想象还要近。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规格总整理啦，也不浪费大家时间，就直接进入里面的规格。那开始前还是要说，不管是爆料里面的规格或者上市的日期，一切还是以苹果官方的新闻稿为准。那我们这边就是纯讲爆料还有消息新闻的分享。那等到时候正式上市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正式开箱的影片。那我们直接开始吧。好，那关于这个命名，现在好像又回到偏向 iPhone SE 第4代。那其实这个我在上次影片也有讲过啦，不管它的命名是什么啊，最后的数字啊，怎么去定义它，这台机型里面的这些重点规格或者他们产品定位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产品开发的周期很长，不太可能因为变了命名就需要重新设计。所以不管最后它盒子上面印的是什么啊，我们拿到手机都是一样的。那首先就来讲它的外观呢，为什么这次 iPhone SE 4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大家关注重点，就是因为它的外形终于不会再沿用先前 SE 3，那就代表移除了实体 Home 键啊，然后 Touch ID 也没有了，那再来也会变成 Face ID 解锁的方式。那 LCD 的萤幕，这个对很多人可能在意 OLED 闪屏的这个部分，那可能从此之后苹果就再也没有 LCD 的机型了。那所以呢，既然是外观整个大更新，但其实也是沿用旧代的设计的。目前知道说比较会像先前的 iPhone 14代6.1寸 OLED 的萤幕，那整个机身的材质呢，一样是背后是玻璃，边框是铝合金，还是走这种比较入门系列的材质定位。但整体来说呢，也因为这个轻量化的设计，使用铝合金嘛，其实在非常多的衰绩测试，其实是不会输给 Pro 系列。那另外一个会跟 iPhone 14有比较大差异，就是它侧边的这个静音拨钮会改成一个功能性的按钮。那这个其实在 iPhone 15啊、16代上面大家都有看到。那这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设定更多不同的功能性质在上面，你也可以开启不同的捷径，可能设定多种不同角度按压的时候启动不同的功能。但坏处就是如果你先前很习惯这种你一看就知道说它现在是不是静音的状态，然后你直接去拨它就能改变，这一点就变成你要进入萤幕操作或者是按这颗钮把它设定成这个单一的功能，所以这一点就见仁见智啊。我使用到现在其实是没有觉得这颗按钮有特别好用或不好用。不过如果要老实说呢，我还是比较怀念静音，就单纯一颗钮去解决它的这个使用方式。那再我们来到正面萤幕的设计，那刚才已经提到嘛，是用 OLED 的萤幕，然后6.1寸，但现在的这个争执点就在于它前面到底是使用动态岛还是刘海。那因为先前的传闻一直都是说它会使用刘海，毕竟是沿用 iPhone 14的设计。最近有一个先前爆料消息非常准的人出来说，大家都错了，其实前萤幕会使用比较大的动态岛打孔。那当然现在这一点还是充满争议，也没有人确切知道说哪个是对啦，只是有人流出的模型机上面呢，看到的还是刘海的方式设计，但这一点毕竟就只是模型机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争议点？那或者说苹果他们在选择上面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因为当然嘛，你试想如果是沿用 iPhone 14的组件会是最省钱的做法，那当然就是沿用它的刘海。那这样的目的呢，也能拆开目前也还在卖的这个 iPhone 15啊、iPhone 16数字系列，我就明显的看出来两个是不同等级的机型，因为毕竟它们的价格差距还是蛮大。那唯一的坏处可能就是有人会说他喜欢这个动态岛，有些新的功能在上面，或者它的辨识度比较高，像是一个新的手机。那上次影片完之后呢，有观众说，如果是刘海他就不买。那或许这个说法可能反而是苹果想听到的啊，因为他就是希望你去买更贵的15、16机型，如果你真想要动态岛这个功能的话。那另外关于萤幕本身呢，但除了尺寸 OLED 之外，很多人在期待它会不会升到90Hz 或者120Hz。那目前听到的消息还是维持在60Hz，那这个非常合理，因为即使是去年刚推出来的 iPhone 16数字系列都还是使用60Hz 的萤幕。那如果现在让这个可能1-2万的机型使用到90Hz 的话，其实不太合理。那刚刚提到一个可能对指纹解锁的人来说比较坏的消息，就是说从这一代开始呢，会正式进入 Face ID 的时代。那它也不会像 iPad Air 那样有一个侧边指纹解锁键，它就是完全依赖 Face ID 的方式来解锁。那我知道有非常多人在哀嚎，但说真的我也看不到苹果在 iPhone 上面会让指纹解锁回归，至少短期之内看不太到这样的理由。但改成 Face ID 还是有带来好消息，就是它前置镜头呢，可能终于从700万画素升级到1200万画素。那这个对可能喜欢自拍啊，或者像很多人可能用前镜头来拍短影音的人，自然这样的升级会让它拍摄效果更好。但1200万画素也只能算是现在目前市场上面比较中阶入门的规格啦。那另外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它主镜头会有大升级哦。关于这一点，虽然我觉得一直是充满怀疑，但是如果真的推出这样的规格的话，应该很多人非常期待。那就主镜头从传统的1200万画素要升级到4800万画素，一般推测可能比较会是像 iPhone 15上面用的那颗主镜头更高画素。但除了你平常在拍照的时候，如果苹果会让它解锁这个全部画素
拍摄这个 Max 的功能在 iPhone SE 4代上面的话，那自然在拍摄风景，在出外旅游，如果今天在光源好的时候，你能拍到一张解析度更好的照片。但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最大的用处应该是在于单镜头的配置，还是可以给你无损2倍的变焦。那等于就是说，在藉由这个体积提升下，你只要用1颗镜头就能有点像模拟让你以为它有2颗镜头的这种使用方式。那虽然是用裁切了，那毕竟有4200万画素，代表说你裁切完之后呢，这个2倍的照片还是有1200万，一般情景使用上都还是非常的够用。那像我自己其实现在是用 Pro Max 的机种，我还是常常用这个2倍，不管是扫描文件啊，或者我要拍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不能离太近，我就会开启这个2倍裁切。那这边呢就想问大家一下，如果入门机种是双镜头的话，你是比较希望它有多了1颗镜头是超广角镜头，还是多了1颗是长焦镜头？那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讲。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到心脏的部分，讲它的晶片啊，还有 AI 功能。那到目前为止最多人传出来的应该里面就会搭载 A18 的处理器。那当然也有些报道会说，可能像 iPad mini 那样使用 A17 Pro， 但是这2颗处理器呢，不管使用哪一颗都可以完全支援的 Apple Intelligence， 同时在效能上面也会非常的接近，所以使用体验不会差距太大。那可能唯一担心的就是 A17 Pro 在那么小的机身上会不会稍微嫌热了一点，所以让我选的话，我会比较偏好是 A18。所以如果搭上 A18，就真的维持先前 iPhone SE 的传统啊，就是最入门的机型搭上最旗舰、最新的1颗处理器。那另外一个让人有点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消息呢，就是 iPhone SE 4代可能是苹果第一个在内部使用自家研发 5G 晶片的机型。那当然了，看到苹果自家终于设计出这个 5G 晶片啊，已经进入量产，用到他们的机型上面，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但同时也会担心这个第一世代发表的晶片，它在表现上面啊、散热啊，还有这个耗能上面会不会比先前好？那尤其嘛，苹果的这个收讯一直以来跟其他家比起来是稍微略差了点。那也或许苹果终于改成自家晶片之后，让它收讯更好。所以像我先前讲的，就是有点期待又有点怕受伤害啊。那下一个我们讲到电池跟充电的界面嘛，那自然它整个机型机壳都变大，里面可以放的电池容量也更多。那对比先前可能2000出头毫安时的这个电池容量，现在应该是会升级到3200毫安时以上。那如果再搭配这个 A18 晶片的设计啊，那也有外传说苹果自家的 5G 晶片是非常省效的。那如果这2者搭配起来再大一点的电池那我觉得这一次的 iPhone SE 4代对比先前的 SE 系列，可能它的续航就会好很多。那同时另外这次升级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符合欧盟充电口的这个标准，所以新手机呢一定都会舍弃 Lightning 的充电孔，全面换上 USB Type-C， 但是传输速率应该还是停留在 USB 2.0。但不管怎么样啊，全系列终于完成了转型啊，以后不管你买入门机型什么机型，苹果任何手机应该任何装置都可以使用 Type-C 来充电啊，除了苹果手表以外。那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全家人或者你家里有多装置使用者来说，现在终于不用再配不一样的充电线了。那再一个也是蛮有趣的消息，就是这次 iPhone SE 第4代可能会搭配卫星连线的功能。那当然不仅可以用在紧急 SOS 啊，你需要这个紧急呼叫传讯息，但这一点让人想到最近美国的这个电信商 T-Mobile 跟 SpaceX 进入合作，他们也一起推出这样的服务资源。那是否他们联合发布这个时间刚好要抓在 iPhone SE 上市之前？但不管怎么说，台湾目前是也还没有支援这样的功能，也是有点可惜。那另外呢，这个升级的车祸侦测呢，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实用的功能，那也很高兴这次可以在 SE 上面看到。那下一点比较细微，就像有人提到说，他这次的防水等级终于要升级，会从先前的水下1公尺深30分钟的等级升级到水下6公尺深，然后同样可以承受30分钟的等级。但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就是，如果它的保固还是不把这些可能受潮啊、入水的东西包含在里面，大家还是小心使用啦，可能就乖乖的买 Apple Care 是更安全的事。那讲到 Apple Care， 美国 Apple Care 最近也涨价了。那再来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价格。那我们看嘛，这次整个4代大升级啊，它的前面的萤幕使用 OLED， 然后整个机壳也变大，使用 Face ID， 然后4800万画素的主镜头啊，1200万升级的前镜头，然后搭配 A18 晶片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然后又有 USB-C 的充电孔。那尽管是这样他们说苹果还是把它定位成非常入门低阶的机型，所以价格还是会维持在500到600美金之间。那台币可能就大约抓16000到2万之间啦。这个在一个不妥协基本的性能下，如果你想要买一只手机，除了日常使用好用之外，那它搭载一个那么强效的晶片，你今天要用 AI 功能或是玩游戏，它也是完全可以支援。这样的价格带看上来，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高 CP 的选项。那最后大家最在意的上市时间，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讲那就是彭博社他们说会提早上市，那过往都是在大概3月跟4月2个月的之间上市，所以这个也是最有趣的地方，因为彭博社过往爆料都非常的准确。那他们就在今天发文说，最快会在下周就上市，可能会搭载新的 Beats 耳机啊，或者可能更新的 M4 版本 MacBook Air， 这代表这可能就是 SE 系列里面最早上市的一代，而且大大提早了1个月。那如果真的是在这样的时间点上市，让我们去想它背后的这个思维是什么？因为其实
现在在欧盟没有办法卖不是 USB-C 的机种嘛，所以对比在其他国家来讲，还能卖 SE3啊，还有 iPhone 14来说呢，在欧盟就有一个非常大苹果入门机市场的空缺。那是不是想要快点补上这个产品线，或者是在本来3、4月这个期间春季发表会，他们有更重要的产品想要发表，不希望让 iPhone SE 这个产品抢掉风采，那或想要更快布局他们所有产品线支援 AI。那不管怎么样，可能原因很多，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对很多在期待啊，在等这一台的人，可以更早看到，应该是很值得高兴的事。那最后来说呢，其实爆料已经到这个最后的阶段了，还是有几个大家没有办法认同争议的点。因为像先前来讲，其实到了最后阶段，大家爆料出来的这个消息资讯，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这次竟然有2个爆料很准的人讲不一样的这个规格，算蛮有趣。但我个人觉得这2个争议点其实并不太会影响我购买的意愿。那我就想问你们，是否会影响到你们购买的意愿？那第一就是当然前面的这个动态岛跟刘海这2者之间，你是否真的会因为还是刘海就不去买它？那第二点呢，就是主镜头这个4800万画素啦，就是如果你是买这样的机型，如果它今天真的没有配上4800万画素的主镜头，你是否也会因为这样影响你购买的意愿呢？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讨论。OK， 那我们今天就快速分享这个刚刚得到的消息。那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想聊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那今天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面见，拜。